不得不说，真的看起来太爽了，这个简直就真的把 Rose 的暴力美学1:1的还原了哦。这个不减速的超级帅气的变相，还有这个落地不挂框超狠的暴扣哦。没错，各位，你可以从风城玫瑰 Rose 当中的这个技能组合，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 too big, too strong, too fast, too good。难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好的，各位朋友，欢迎来到台湾蓝的频道。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这支众所期待的风城玫瑰 Derrick Rose。遥想当年那句广告标语 ：Too big, too strong, too fast, too good。这句标语呢，一直深植我的心中啊。到现在呢，我还是会时不时的跑去 YouTube 上面搜寻当时在2011年的 MVP Derrick Rose 的那些灌篮的片段，真的是深植我们每一个 NBA 球迷的心中啊。那今天呢，全明星接球派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啊！当下我看到这个技能模组的时候，不得不说，我真的老泪纵横呐，直接眼泪就给他流了下来。那到底这只角色做的有多夸张的还原呢？就让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他的技能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看这个球员的数据。那我们拿来呢，跟几个目前呢比较主流的几个得分角色来做比较。那其实在这个球员属性当中呢，我个人比较在意的其实是干扰的数值哦，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你是 Curry 或者像 Irving 这一类的控卫角色呢，他的干扰整体来说是偏低的。所以呢 ，Derrick Rose 同样，他毕竟不是以防守著名的一名球员哦，所以呢，他的干扰跟 Irving 一样呢，也是偏低的。也就是说呢，他很有可能呢，在防守端呢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贡献，有可能 Curry 在你的面前呢顶个2可能会中1，所以到时候呢也不排除会给 Derrick Rose 带一些干扰套，如果他3分真的是比较铁的话哦。好，那它的基础属性呢，大概就是这样哦。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3分属性呢，只有115，也就是说，它就算叠到最后最满的话，3分带到全满也顶多到140啊，就跟我们的 Luka 的3分命中率呢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些技能加成，所以它3分命中率可能会再略高一些哦。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看关于它的徽章。那徽章的话呢，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因为满图的条件呢，算是宽松了很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个角色强化重置的关系，所以呢，其实满图我觉得不算是太困难。但如果你真的想要比较客家一点来玩这个角色的话呢，我觉得其实1徽章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把这个角色玩到精，那么3徽章是绝对需要的，因为这个3徽章呢，它可以大幅强化这个角色的一些基础属性哦。那1徽章，我们来看一下。你开了这个1徽章，你才会让 Derrick Rose 这个角色的进攻有所变化哦。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讲解一下他的进攻机制到底是如何来运作，我觉得算是非常还原 Derrick Rose 这个角色哦。2徽章呢，大家自己看就好了哦，就单纯的属性增加而已。那3徽章呢非常重要，因为呢，如果你想要把这个角色用到很强的话呢，它可以大幅的强化这个角色的一些基础属性，包括对抗成功率，包括上篮命中率等等等。那么这2个模式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只要达到3层状态之后，它就可以呢开启某种特殊机制。当你在冲击过载的状态下，只要得1次分，它就可以累积1层。达到3层之后呢，玫瑰绽放中投就不受到干扰的，也就是说，它开大招，它的中投呢是100%，只要你没冒下来，它就是必进的。那么再来呢，如果你是在投射过载状态下得分的话呢，中投命中率会达到加 1.5%， 然后呢，控卫命中会加 1%， 最多可以得到5层。那最强的来咯，达到3层之后，玫瑰绽放的3分绝对命中率加 15%。那绝对命中率这个数值有多强呢？如果你不知道绝对命中率到底有多强的话，详情可以参考我们的 T-Mac。在 T-Mac 的技能组当中呢，也是有增加绝对命中率的这个技能的哦。好，那再来伙伴的部分呢，这个应该是不用多讲哦，绝对是带到3分属性哦。好，那潜能部分呢，基本上应该没有意外的话，就是3分全部带满哦。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在测试服，我们还没有实际去实战过这个角色，所以呢，如果说在正式服开放的时候，这个角色的3分真的很铁的话，其实我更偏向于去带给他一些干扰的数值，跟我的 Kyrie Irving 一样可以稍微带一些干扰中投的潜能来加强他的中投跟他的干扰数值毕竟呢，有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如果说让 Curry 在你面前真的顶到2中1，那这个守起来是会非常痛苦的，尤其是这个角色本身盖帽的数值又真的不是很高，所以有的球呢，你真的冒不下来，那至少可以给到他干扰。
好，那基本上呢 ，Derrick Rose 他就只有2种潜能哦。一种潜能呢，就是我们的干扰潜能；一种潜能呢，就是我们纯3分潜能呢，把它拼到3分25，让他的3分呢刚好可以达到140的标杆哦。但是因为他的天赋里面呢有着绝对命中率的加成，所以到时候呢还是要经过实战实测才会知道这个角色的3分命中率如何，才会知道要不要把潜能全部投资在3分哦。但是如同我的 Kyrie Irving 的玩法一样哦，其实我个人呢会比较偏向于去多给他一些干扰的数值，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在面对对手的球员呢，你的让对面顶干扰2中1跟3中1，其实那整场效率打下来会差非常多。所以呢，以下就是这2种潜能给大家去参考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讲解一下这个角色的机制哦。可能呢有很多人看了我昨天的直播呢，搞不太懂这个角色的机制是什么。我自己也花了一点时间呢来搞懂它的机制。但是先让我们摒除掉这些机制，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这个技能组。不得不说，真的看起来太爽了，这个简直就真的把 Rose 的暴力美学1比1的还原了哦。这个不减速的超级帅气的变相，还有这个落地不挂框超狠的暴扣哦。没错，各位，你可以从风城玫瑰 Rose 当中的这个技能组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 too big, too strong, too fast, too good， 对吧？包括呢，你现在突破完之后，你想要来个转身，然后直接接一个360度大拉杆上篮，又或者是呢，你想要在突破完之后，直接给他来一个不减速的变向，来个小抛投，甚至是你想要直接冲进去来一个不减速变向，然后大暴扣，每一个技能组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制作组的用心，真的是感谢全明星接球派对啊，把这个角色做得如此的还原。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技能组的时候，我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真的就像是回到了当年2011年的 MVP 那一个大家熟悉的 Derrick Rose。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快速讲解一下这个角色的进攻机制到底是如何来运作的哦。当你今天呢在比赛一开始一拿到球的时候呢，你身上会是没有光的状态。但是呢，当你一拿到球，并且使用飙风玫瑰，接着按下高速突破的那一瞬间呢，你身上就会有光。那么你的光呢，颜色呢，会是由对手有没有站在你的干扰区内来决定的。比如说，我现在按下飙风玫瑰，对方有站在我的干扰区内，再按下高速突破，它就会切换成红色。反之呢，如果我再按下飙风玫瑰，对方没有在我干扰区内，我再按下高速突破，它就会切换成黄色。那么这个黄色跟红色代表的意思呢？红色只要你有着红光的状态下，它对于攻光的基本属性就会有加成。那黄色呢，它对于投篮的基本属性就会有所加成。那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机制是，它只要每一回合结束之后，比如说像对方已经拿到球了，我再拿回球，它的光就会从这个颜色切换成另外一个颜色。比如说我原本是黄色，它就会切换成红色。只要你开了一阶徽章之后，你每一回合会有一个切换光的颜色的机会。比如说像我现在开了飙风玫瑰之后，接着呢我再按下高速突破，它就会切换成黄光。那么你就可以去利用这个机制呢，来给予对手迷惑性的进攻。举例来说，我现在身上闪的是红光。特别注意的是，对手也是看得到你的光的颜色的，所以对方呢，他可能会认为呢你是要进去攻框的。但在这个状态下呢，你其实是可以透过飙风玫瑰按下之后，选择高速突破去切换成黄光，改成后侧投篮。反之呢，如果我现在是黄色的话呢，我就可以直接在飙风玫瑰的状态下，直接鬼切一个红色，然后冲进去直接来一个暴扣。所以呢，当你熟练了这2种模式的切换之后呢，就可以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中哦。那再来是，就算对方的中锋呢有意识到你会切进去暴扣，但是他的攻框技能的帽点其实非常的短哦。在我昨天的直播实测的时候呢，我发现即使你拿 Olajuwon 去盖帽，它其实呢也算是偏难盖的，很容易呢就会过早或是过晚。更何况他所有的攻框技能都有1-2点可以选择啊，各位，1-2点可以选择，也就是说对方必须要鬼猜你啊，才有办法去盖满你的锅啊。甚至啊，如果说你现在在红光的状态下呢，你还是有一手传球的哦，这点就非常恐怖了，他几乎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全能的后卫了。那么他的大招呢，特点是只要对方站在你的干扰区内，他是必定晃倒的。所以呢，等到这个角色正式推出之后呢，他可以说就是目前单打最强的角色，没有之一了。那么还是要跟各位总结一下啊，真的非常的感谢全明星这一次非常还原我们的风城玫瑰 Derrick Rose， 不管是他所有重新设计的技能模组也好，还有专属于他的突破模组都好哦，真的让我感受到全明星对于这个角色的100%的用心。当然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一个影片里面所实测的所有的内容呢，都是以测试服为主，
跟正式上线呢可能是不一样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 Derrick Rose 的影片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是台湾男，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